大家好，我是苗教主。今天我们讲一个刚刚发生在俄罗斯的案件。一个18岁的女孩被发现以诡异的姿势挂在酒吧外面的铁栅栏上，栅栏的尖刺从她的肺部穿到脖子，她的裤子拉链是拉开的。而且奇怪的是，她的衣服、鞋子还有地面上都没有血迹，栅栏上也是干净的，仿佛她是被摆上去的。警方在女孩的血液里还发现了一个极端异常的数据。那么现在，先让我们回到案发的那个晚上。出事的女孩叫纳杰日达·乌扎科娃，今年18岁，生活在俄罗斯的比尔姆市莫基诺村。2025年5月10日晚上10点整，她的朋友带她来到市区的一间酒吧。起初，纳杰日达拒绝来酒吧，但最终还是在朋友的劝说下同意了。两人点了1.5升啤酒，在酒吧1楼大厅坐了下来。酒吧的监控画面显示，纳杰日达与朋友在酒吧里跳舞，玩得很开心。不过，纳杰日达在跳舞时摔倒了3次，好像喝醉了一样。跳完舞，朋友带着纳杰日达走向酒吧后面的洗手间，那里是监控盲区。这时，纳杰日达回头看了一眼朋友，这是他生前最后一幅画面，然后就消失在监控盲区了，再也没有回到酒吧大厅。凌晨2点，上早班的行人路过酒吧，他们看到酒吧外的栅栏上有一个女孩，她以一种扭曲的姿势挂在栅栏上，屁股对着栅栏，脚尖朝着酒吧，上半身侧躺在栅栏上，已经失去了生命体征。随后，路人选择报警。栅栏的高度大概是1.9米，旁边没有任何支撑。女孩是怎么上去的呢？根据酒吧老板和服务员的说法，女孩当晚喝醉了，她去2楼洗手间，这里没有监控，所以不知道她发生了什么。不过有一位酒吧的顾客，他说自己看到女孩站在洗手间外面的屋顶上，然后向他们挥手。酒吧老板猜测，女孩想要透透气，所以从洗手间的窗户爬了出去，站到2楼的屋顶上。但是她喝醉了，站不稳，从屋顶掉了下去，正好砸在了栅栏上。那么酒吧老板的这个猜测是否合理呢？酒吧的2楼有2个窗户和一扇门，这扇门当晚是锁死的。另外2个窗户，一个是储物间的窗户，另一个是洗手间的窗户。这2扇窗都是向里面开的，窗户的开口是冲上方的。之所以有这样的设计，就是为了防止有人从这里出去。这个高度，如果是一个人想要爬上去是很难的。退一步讲，就算纳杰日达能从这里爬出去，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如果只是想透透气，他为什么不从正门出去呢？只有一个理由，就是纳杰日达很可能是为了躲避危险，无法从正门出去。他跑进了洗手间，从窗户爬了出去，逃离酒吧。如果是这样，那么这个女孩在躲避什么危险呢？当晚纳杰日达是被朋友带到酒吧的，她的朋友又知道些什么呢？当晚有人看到3名中亚男人走到纳杰日达的身边，这3个男人想要带纳杰日达出去，结果被纳杰日达拒绝了。过了一会儿，纳杰日达被朋友带去了洗手间。10分钟以后，朋友独自从洗手间返回，与一名中亚人走出了酒吧，在门外抽烟。朋友抽完烟返回酒吧时，发现纳杰日达没有在大厅，于是他向邻桌的女孩求助。邻桌的回答是，纳杰日达可能是被一名中亚人带走了。但是朋友一直就在酒吧正门附近，他没有看见纳杰日达出来。于是他到吧台询问酒吧的老板，自己的同伴去哪儿了。酒吧老板说，你的朋友会被强奸，然后带回来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得到答复以后，纳杰日达的朋友没有报警，没有寻找自己的同伴，而是选择直接离开酒吧，回到家中休息。凌晨4点，他又返回了酒吧。此时的纳杰日达已经被发现挂在了栅栏上。这位朋友在社交平台上第一时间发布了一条消息，说纳杰日达发生了意外。在纳杰日达消失以后，朋友询问了酒吧里的几个人，得到的答复是纳杰日达可能遭遇了危险。那么作为朋友，他至少应该寻找一下同伴吧，但是他却直接离开了酒吧，这引起了很多人的怀疑。根据当地市民的爆料，纳杰日达的这位朋友与酒吧老板的关系非同一般，他甚至可以进入酒吧的后厨拍自拍照，发到他的社交账号里，还配文说在这间酒吧里就像在家一样。所以他对酒吧的环境非常熟悉，甚至认识老板和员工。那他在这起案件中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呢？在案发以后，警方抓捕了第一批嫌疑人，里面就有这位朋友。很快本案就有了新的进展，警方公布了纳杰日达的尸检报告，这里才是谜团真正开始的地方。纳杰日达的血液酒精含量为5/1000，是致死量。这个酒精含量有多夸张呢？
按照俄罗斯的警方数据，酒精浓度分为8个等级，在第3个等级时，酒精浓度达到0.8%左右，一个人进入醉酒状态，已经不能理智的思考了。在第7个等级时，酒精浓度达到4%到5%之间，人会失去意识，有死亡的风险。达到最高等级8级时，酒精浓度为5%以上，是致死量，活人几乎不可能达到这个数值。而纳杰日达的酒精含量为5.8%，远远的高于这个数值。我们可以计算一下，纳杰日达如果想要达到这样的酒精浓度，究竟需要喝多少酒呢？纳杰日达是一个18岁的女孩，体重大概55公斤。套入酒精测算公式，酒精克数约等于酒精浓度乘以体重乘以女性酒精分布系数0.55。运算得到的结果为，纳杰日达的体内有超过175克的纯酒精。那么一瓶500毫升的5度啤酒含25克纯酒精，如果喝的是伏特加，一瓶500毫升的伏特加酒精含量大约是160克。而人类每小时可以代谢10至15克酒精，而且呕吐和上厕所都会稀释酒精浓度。所以按照俄罗斯的饮酒习惯，纳杰日达需要在30分钟之内喝掉7扎啤酒或者11杯伏特加。而根据酒吧当晚的记录，纳杰日达和朋友2个人只点了1.5升啤酒，其他的酒精是从哪里来的呢？这个问题警方并没有给出解释。警方按照这个酒精浓度的数据给出了判断。纳杰日达当晚喝了大量的酒，然后不知道什么原因，他爬上了卫生间的窗户，到了酒吧的屋顶上，然后走到屋顶的边缘，从这里跳了下去，碰巧落在了铁栅栏上，导致死亡。因为醉酒，他死前没有尖叫，没有呼救，没有发出任何声音，所以酒吧里没人知道。附近的居民在安静的午夜也没有听到任何奇怪的声音，所以警方认为本案不涉及刑事案件，只是女孩喝多了导致醉亡。不知道当地警方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就算纳杰日达可以连续喝掉7扎啤酒或者几瓶伏特加，他在酒精浓度达到8级的时候是怎么爬过洗手间的窗户呢？恐怕他此时已经失去了意识，连站都站不起来了。所以警方的这个说法不能说服当地的市民。出事的酒吧在当地的名声非常差，酒吧老板是一名塔吉克斯坦人，他收留了很多来自中亚的移民聚集在酒吧里，而这些中亚人的身份有些是非法的，酒吧里也常常有人打架，还发出可疑的噪音，而且酒吧老板还涉嫌出售麻醉药品。在纳杰日达的尸体被发现以后，出事的酒吧依然在正常营业。凌晨4点的时候，警方赶到案发现场，而酒吧里的人一直喝酒跳舞到早上7点。这种对生命的麻木激怒了当地的市民，市民1天内就征集了3000多个请愿签名，要求重新调查纳杰日达案。目前警方以意外事故结案，不过警方为了平息大众的愤怒，在5月19日突袭了这间酒吧，发现这间酒吧里充斥着假烟和假酒，服务人员也是非法移民，所以法院判处这间酒吧停业整顿90天。那么当晚会不会有另外一个故事版本呢？纳杰日达的未婚夫在案发以后发了一个视频，他说纳杰日达是一个很顾家的女孩，她从来不去酒吧，在酒吧里的行为也不符合她以往的印象。有人透露消息给他，说他未婚妻的死绝对不是意外，凶手来自塔吉克斯坦，而且当晚未婚妻的酒被人动过手脚。其实在当地很多人这样说。纳杰日达的家人们在案发现场还发现了一枚用过的安全套，纳杰日达的裤子拉链是谁拉开的？警方对纳杰日达进行了2次尸检，第一次认为没有虐待和性侵的痕迹，而第2次尸检时认为有10%的可能性。在纳杰日达下葬的时候，家人们发现纳杰日达的右手上有抓痕，身体的伤痕看起来像是抓着腿被拖动留下的。而且更可疑的是，家人们在警局里看到了更完整的监控录像，当时纳杰日达与朋友在酒吧里买的啤酒是金属罐装的，当酒吧老板递给他们啤酒时，纳杰日达的罐装拉环是拉开的，而朋友拿到的那瓶是密封的。纳杰日达并没有出来玩的经验，所以他毫不怀疑地喝下了那罐啤酒。那么这罐打开过的啤酒里会不会被掺入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呢？从纳杰日达跳舞时不断的跌倒可以看出他已经喝醉了，然而他只点了1瓶啤酒。在俄罗斯，媒体和网友还有另外一个故事版本，与警方的猜测不一样。接下来我们看一看俄罗斯的网友们是怎么复盘整个案件的。这个案件要从纳杰日达的朋友说起，他常常到这间酒吧寻找刺激。
某一次激情过后，酒吧老板提出了一个要求，让他带其他的女孩来酒吧玩，只要带来就行，至于事情成不成，不需要他操心。这间酒吧在当地的名声不好，常常发生与犯罪相关的事情，所以带其他的女孩来并不容易。而娜杰日达是乡下来的小女孩，她不知道这里的风险，朋友就带她来到了这间酒吧。从一进酒吧开始，她就被盯上了，点的那罐啤酒里被下了麻醉剂。娜杰日达在舞池里摔倒的时候，就是一个信号，说明她已经逐渐失去了意识。酒吧里的人明白已经可以动手了，于是3个中亚人围了过来，他们约女孩去酒吧外面。如果娜杰日达同意了，性侵可能会发生在某个私人公寓里，但是娜杰日达拒绝了。于是他们决定在酒吧里动手。随后，朋友带娜杰日达去了洗手间，走出了监控范围。然后，娜杰日达在酒吧的2楼被人控制了。朋友想要摆脱自己的嫌疑，于是他问了一下别人同伴去哪儿了，假装自己并不知道娜杰日达去了洗手间还没有回来。然后他直接离开了酒吧，为自己制造不在场证明。而此时的娜杰日达正在酒吧的2楼被性侵。在侵犯后，为了掩盖啤酒里的麻醉剂，凶手将酒精灌入娜杰日达体内，伪装成酒精中毒。而且也只有这一种方式才能解释酒精浓度为什么能够超过8级。最后，凶手将她挂在栅栏上，伪装成失足坠落。娜杰日达沃扎科娃是一个命运曲折的女孩，她不是第一次上新闻了。她有10个兄弟姐妹，她排行第6。2015年，一场大火夺走了她家的一切，万幸的是，所有的孩子都被救了出来。她的父亲听说发生了火灾，急急忙忙赶回家。他不了解情况，以为最小的孩子还在房子里，于是冲进了火场，这导致他浑身烧伤，只能躺在医院里度过下半生，让这个家庭雪上加霜。当地的媒体报道了这件事，政府给他们的家分配了一间公寓，附近的居民也送来了捐赠的物资，以至于整个房间都装满了，物资一直堆到了走廊里。随着孩子们的成长，这个家庭的生活逐渐开始好转。娜杰日达今年刚刚满18岁，她走出了那个小村子，来到城市里打工，开始独立的生活。本来按照计划，她明年就要结婚了。订婚的男孩目前还在军队里服役，他们2个对未来还有很多的计划。试想一下，一个站不稳的女孩是怎么爬上窗户，再翻到房顶，又刚好能跳到栅栏上呢？而且，她又为什么这样做呢？这里是俄罗斯调查，我用照片墙讲述真实的故事，感谢大家收看，下期再见。